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某天的鱿鱼小屋。今天呢，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过去的2022年。过去的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魔幻的一年。作为一个 UP 主来说，我们认识了很多的朋友，我们得到了屏幕前各位的喜欢。我们从去年过年还不到1000粉，一直到现在。作为一个实体店主，我们经历的更多。从3月份疫情停业，4月份被人恶意举报，5月份决定搬家。9月份新店开业之后，因为疫情连续3天零收入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再到11月份疫情严控，12月份疫情完全放开，我们这一年经历的真是太多了。虽然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曲折，但是在屏幕面前的话，我们一般只会给大家呈现好的一面。其实我们自己背后经历的挫折有很多，好在都已经熬过来了。其实我现在再回想一下过去的这一年的话，我感觉还是挺精彩的。或许若干年后的话，我再跟别人聊起来2022年，我会有无数的心酸，笑着和别人说出来。那么2022年我们的经营情况到底怎么样呢？下面我会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发生了哪些事儿，我们的盈利怎么样，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？因为这个时间线可能会有点长，我会按照事情为节点，分为大概几个方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。首先说一下3、4月份。3月份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们几乎1个月都是关门的状态，然后到了4月份刚刚开始有所好转，然后我们被别人给举报了。举报的理由呢，千奇百怪的，就连我们大厅没有摄像头他都给写上了，真的牛逼。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。当时我们 B 站还是正是最火的时候，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被别人这么一搞，确实就跟吃了屎一样难受。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，我其实不应该怪这个人，我甚至还应该感谢他。如果没有他帮我们指出问题的话，我们不可能走上正轨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们不可能成长的这么多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们不可能有勇气跨出那一个舒适圈。怎么说呢？这可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。3、4月份的话，几乎没有任何的收入，咱们就直接略过吧。接下来就到了5、6月份，5、6月份除去各项费用，大概能剩下19000块钱，因为刚刚恢复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钱。其实19000看起来还挺多的，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这可是2个人2个月。那么5、6月份发生了哪些事儿呢？其实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平淡但不平凡，有告别也有相逢，还有很多需要感谢的人，他们一点点的帮助我们走出这一个低谷。这2个月店里的初代 NPC 深海大哥工作开始忙了，去了韩国，我的长发也剪了，去帮助更有需要的人了。这些可能只有老观众才知道，然后算是1.5代的 NPC 了。我们认识了玩游戏只玩最高难度的二哥，认识了毛毛躁躁的3D，认识了每次来都穿西服的资深魂系玩家，认识了一对每次来都给我们带奶茶吵吵闹闹的情侣，认识了他们的朋友，长得又高又壮2外战神，手指还贼灵活的小黑，认识了每次来都很安静，前2天还给我们来送圣诞饼干的一个小哥，认识了特意为了我们来青岛说话阴阳怪气的南哥，还有很多暑假从外地回来特意来支持我们的股东，还有很多从市北、从崂山、从即墨、从各个地方特意过来的人，还有太多我说不过来的人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也很高兴认识大家。然后又到了7、8月份，7、8月份可能是我们经历过最痛苦的2个月了。这个痛苦是包括生理和心理的，因为7、8月份是暑假，正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旺季，会比较忙。然后这个时候正好我们还找到了现在的这一个房子，我们要开始装修了。为什么痛苦？就是装修这件事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了1万倍，从设计再到去实施的每一步都需要你自己去把控。没有一件事是能直接做到100%你完美的，小到一个 logo 的设计，大到整个房子的设计，我们改了又改，推翻再推翻，重改了不知道多少遍。我现在想一想，那时候都有点后怕，就是白天一睁眼就开始忙，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还要想我昨天做错了什么，我明天要去修改什么。
好在那2个月人还是比较多的，像前2天在我们这儿通关启示录2的那2位，他们的存档就是8月份打的。后来8月底，我们店又来了一位新的 NPC， 因为实在太忙了，我们就找了一个新的员工。我想一想，到现在好像还没有介绍过他。他的名字叫做花花。我们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联想到他的外貌会跟他的名字有任何的联系。一转眼也已经做了有5个月的时间了。后来呢，8月31号我们就搬家了，搬到了现在这一个店里。搬家这一天呢，过来帮忙的人几乎都是我们开店以后认识的各种朋友。看着自己的付出心血的店一点点的布置好，感觉一切努力都值了。7、8月份我们出去各项费用剩余的钱大概是31000块钱。对于之前的那个小店的话，我感觉已经挺心满意足的了。9月份、10月份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的话，就是重生。9月3号的话，我们新店开业了。这里得给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儿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9月3号开业？我感觉我们每一次开业都会有一些好玩的事儿。大家可以猜一猜，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下。9月3号呢，其实我们这里搬过来的非常仓促，很多东西都没有准备好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那一天那么仓促的开业？因为就是下一周是中秋节的假期，我们不太方便开业。再下一个周呢，就是9月18号是一个开业的好日子。但是我给别人说出来，我想9月18号开业，他们都劝我说你别9月18号开业。因为会有很多人带你的节奏的，你千万别9月18号开业。我想了想，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。然后我们说，那干脆就9月3号开业吧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呢？就这么一个奇葩的理由。9月份我们开业之后呢，又遭遇疫情了，连续3天挂零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，直接给我搞得怀疑人生了。后来呢，又过了几天，老店里一些很久没见的一些老朋友就过来。慢慢出现在我们店，在我们店里开始玩了。因为老店确实太小了，没有地方坐，也没地方玩。新店现在确实也有地方坐了，有地方玩。那段时间我们店里真的很热闹，每天晚上踢球的，玩桌游的，然后还有人来找我玩喷射战士，感觉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了。9月份、10月份呢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们盈利大概只有22000块钱。相比较新投入的30万来说呢，其实22000真的不算很多。但想着我们新店刚开业，又遭遇了疫情，能有22000这个收入，我们已经算是很高兴了。然后就到了11月、12月，这2个月呢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，我只能用魔幻来形容吧。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经历不到这些事儿。11月份我们这里疫情管理的非常严格，那段时间的话，我们店里还有几天生意特别好。但是跟12月份一相合的话，我们这2个月盈利可能不到3000块钱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2月份的美团交易情况，大家知道我们到底有多惨了。12月10号到12月24号一共2000块钱，12月27号到1月7号一共4000块钱。可能有人说啊，4000块钱挺多的，这可是世界杯加平安夜加圣诞节加元旦假期呀！而且今年的圣诞节正好是周6周日呀。我还记着当时因为疫情，我跟老板娘在家躺了1个星期。我们2个阳康之后呢，正好是圣诞节，周6周日2天，平安夜加圣诞节2天，一共来了没有5、6组顾客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好在现在这一切来的也快，去的也快，现在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慢慢的变好了。之后就到了现在，过去的这1年，你让我来形容的话，我真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1年前的今天，我们还在之前那个小房子里，我永远想不到1年后的现在，我会坐在这里来跟大家去聊这一些事情。这1年虽然我们赚的钱没有多少，但是我感觉我们2个人的收获比任何人都要多。我们这1年的成长，我感觉比过去几年加起来都要多。我们这1年还认识了特别多的朋友，我们这1年还认识了能把视频坚持看到现在坐在屏幕前的各位，真的感谢大家的喜爱与支持。2023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我们一定会努力加油的。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若干年后，我现在的顾客能带着自己的孩子说走，咱们去某天的游戏小屋玩游戏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1、2、3，我们开业啦！
1。